3连发。本频道由宝岛阵地边境战场现代战场场地提供。让对手完蛋就用 TBRN BB 弹，说明栏以及置顶留言里面都有购买连结。在台湾，大部分的男生都对这3组英文加数字的组合特别有感觉：57、65K2，以及今天要讲的 T91。我这个主打着全民国防之名行玩生存游戏之实的频道，每次都以全民国防主题这个开头。今天我就真的要介绍跟全民国防有相关的 BB 枪，就是在生存游戏界内非常支持全民国防的品牌怪怪 GNG 这把 T91特战版 Rifle。我们先从外包装开始介绍，外盒有我们中华民国大大的国旗图案，搭配着我们国军迷彩的配色，更凸显出这把特战版 T91的特别之处。外盒还有一个很贴心的提把设计，背面则是用一些简单的图示来说明这把枪的特别之处。我们打开包装，简单来介绍一下里面所附的东西。先从说明书开始介绍，看到这边我真心觉得怪怪真的是我们国内厂商少数的几家真的用心把说明书做得很好看的其中之一。我上次称赞的厂商的话是 AAP01那一家。左上角我们可以看得到它有附一些简单的配件，2片安装于护木上面的小鱼骨以及一些螺丝。那这边的话我们先把它锁在护木上面，内附一个通枪条。接下来就是 T91的专用弹夹，如果各位有买过怪怪的无声弹夹就知道他们家的有多好用，尤其是多出来的这一节推弹杆，可以确保你的弹夹是真的清空。而弹夹的这个功能呢，等一下我在后面会跟大家做讲解。外观的部分我们先从火帽开始介绍，金属材质，而且这个火帽的造型就跟我当兵时拿的一模一样的，而且内管的部分也蛮有诚意的，直接把长度拉到火帽前，枪前的准心座、背带环以及瓦斯筒都做得非常拟真，而准心的部分也是可调整的，它的粗细大小可以说跟真枪的一模一样。再来我们看到护木的部分，上方有鱼骨，两边的部分是有 N-LOCK 系统，除了怪怪的 logo 之外，左右两边都有 N-LOCK 的标志。而枪身的部分，首先我们先把这个丑丑的贴纸给它撕下来，再把残胶擦干净。枪身除了有刻字之外，另外还有205厂授权的 logo， 而扳机上面则是有它的枪支编号。依照怪怪的尿性，我相信它的枪声编号也是独一无二的。而另外一边则是非常干净，没有任何刻字。握把的主手纹路跟一般的 M4 的主手纹路比较下来细致很多。接下来介绍提把的部分，提把上面的粘孔跟一般的 M4AR 一样有分大小圈，就跟真枪 T91一样，旋钮也是长得一模一样，而且也是可以左右调整。我们切到小粘孔，粘孔上面的纹路是真的可以有效降低反光，让你在使用机械瞄时不会被反光影响。如果你不想要用机械瞄的话，把提把拆掉，就可以使用鱼骨安装上你所要的瞄具。拉柄侧边的刨壳盖就会打开，里面就会看到这把枪的 Hold Up 系统，按下网球拍就会模拟出枪机回复的动作。后托的部分，把整个后托拆下来，很清楚可以看到只有3段调节，长短的选择性没有像 M4AR 系列那么多，而整个后托跟 M4 的三角后托有点相似，但又带着205厂的一些二创风格。电池属于前出现的，拔掉护木上面的插销，上护木向前推就可以拆下来。电池插头是属于填空型插头，电线上面连接着保险丝以及电子扳机的晶片。电池的部分建议使用薄型3胞胎电池，又或者是单片薄型电池。取下弹夹，我们看到这个凸出来的零件，把这个零件压进去，这把枪才能够正常击发，对应前面讲的弹夹清空时，后面有一个内缩的机关。接下来我们把上下枪身分离，记得前面的上护木也要打开，把里面的电池线给移出来。因为这把枪是前出现的，所以拆装会比较麻烦一点。
把内管抽出来，可以看得到它的 hub 皮是双压点的。那接下来我们就上下枪身把它复合回去。刚才说过，因为它是前出线的，所以它的拆装都会比较麻烦一点。如果可以的话，就把它改成后出线的，不然每一次大保养或是改装 hub 皮都会跟我一样出现这种怒吼。廖导。其实这把枪拆装的话，要有一定的步骤。首先把上下护木一起拆除，这样上下枪身复位的时候会比较好拉电线。复位的时候记得一定要用弹夹装上去测试是否顺畅。接下来就是把上下枪身接回去，以及零件安装之后就完成了。操作的部分有单发、3连发、欧头就不用说了，另外它的射旋钮可以无限旋转，倒着转也可以。好的，首先我们来先测试一下它的出速。平均出速大概落在110左右。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它的循环射速。来看到我们循环射速的慢动作画面，可以看得到它1秒最快是21.8颗。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它15公尺的极弹性如何。好，现在看一下它落弹点，还蛮集中的啦，1、2、3，都还蛮集中的，都在这边，所以还不错，还不错，它的落弹点还不错。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它的远距离的效果如何咯。这次我们一样来到太平的宝岛阵地，我们的射击点在这边，拉到底距离大概是50公尺左右。我们接下来开始测试。太累了，太累了。因为我们弄很久。因为它做它外观和内构，等别人车，然后买一次一样回去。毛换太子。接下来我们来看3连发的效果。反正慢慢试嘛，反正3万块也不是没有赔过，我想你对。不赔了吧？不赔了吧？哎3万块啊！哎3万块啊！哎，有没有？好的，那介绍以及测试都完成之后呢，我们接下来我们就改一些适合下场的外观件。红色柜子。
来到影片最后呢，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对这把枪所使用下来的一些感想。对于无弹不击发的这个功能呢，在电枪里面真的很少见，但是一定要跟大家说，一定要使用它的专用弹夹才可以做到无弹不击发这个功能。如果遇到一般的弹夹的话，无弹不击发这个功能就等于没有了。其实这把枪呢，我以上使用以及综合下来的评论心得呢，只能说这把枪我给的分数大概是落在80分左右。扣最多分的部分，主要就是刚才大家应该会很明显的看到这个前出线的问题。我不是说前出线不好啦，但是依照我玩生存那么久的时间下来呢，觉得前出线的确会比较有点不方便，尤其在装电池的部分会显得比较麻烦。但是我也能够谅解为什么这把 T91它要做前出线的部分，因为这个后托是属于薄型的，所以它对于装电池空间的容量比较没办法，又或者是说比较有限。那接下来一个原因呢，也是前出线的部分，可以说它的 T91的 N-Lock 护目，我觉得真的还蛮好用的，但是缺点也是它的 N-Lock 护目的部分，好像不知道我在讲什么，对不对？一样是有关于前出线的部分。其实现在许多玩家所使用的电枪电池，大部分都是锂电池，而锂电池这个部分最怕的就是它的外膜破掉。在大家回来看一下这个 N-Lock 护目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得到它的洞会非常的多，而且我们装电池上去的时候，一定会有缝隙出来，会露出它的锂电池。所以其实前出线这个 T91我是可以接受啦，但是我还是比较希望它是一般步兵版的就好了，至少它的护目可以完全包覆住电池。那再来这个部分呢，我觉得我会有点在意啦，就是这个枪机护片的部分。不知道是我拆装的问题呢，又或者是说它的损耗性的问题。我这把枪拆开来再装回去的时候，我就发现它这个网球拍有时候正常，有时候又不正常。那如何让枪机片复位呢？其实也很简单，你只要把拉柄往后拉，再按下这个网球拍弹回去，这个步骤它就可以弹回去了。OK 啦，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喜欢这部影片的话，记得订阅、开启小铃铛、选择全部通知、按赞以及分享。如果你有任何讯息想要私我的话呢，可以追踪我的IG 以及 FB。好，就这样，我是 Walker，下期见，拜拜。